上一期我為了檢驗我的沉澱成果，直接挑戰凋零，與其鏖戰了10分鐘，終於將其拿下，然後做出了千咒卷軸，提升了一波戰鬥力，接着擊敗了下界鐵掌，做出了地獄刃片護符和無知詛咒卷軸，戰鬥力爆炸式增長。那麼極限神秘奇旅第9期直接開整，看完我的視頻，你上你也行。接下來咱們把這邊主線推一下吧，還沒有的，咱們打到現在主線都還沒推，開幕這邊我都沒點。然後這個任務還需要6種元素碎片啊，火之碎片先拿出来，然後分支碎片、水之碎片，这個需要水元素瓶，這些元素瓶啥的基本上都能在這些結構裡面搜到啊，但是咱們沒有的話我也懶得去找了，直接用這個微量魔力晶體在法界大同這邊直接兌換一個水元素瓶，這個，然後咱們就可以合成水之碎片了，然後地质碎片、秩序碎片、混沌碎片，6大碎片收集齐全，任務奖励領一下。然後這塊平衡碎片，他直接給了我一個平衡碎片是吧？給了4個，可以。世界岩轉化一切，來，咱們先整個世界岩，把這個平衡碎片燒一下，就燒一個就好了，燒一個世界岩出來，把這個任務給完成一下。3個世界岩，然後原始魔力，整個原始魔力我看怎麼做啊？做完原始魔力，咱們这個第1章就算完結了，第1章就結束了這個主線。平衡碎片中間，然後6大碎片在邊上，中間2個金锭 ，OK， 直接合成。OK， 原始魔力一個，那我這邊第1章應該是完結了哦，後面第2章的主線就出來了 ，2.1 和 2.2，2.1， 咱們先看 2.1 主線啊。混沌種子、虛空種子需要先做混沌種子和虛空種子，然後做出來這個虛空金屬。先把這個整了吧。混沌種子、奧數亞麻，中間是神秘種子。我這邊有4個神秘種子啊，都是地牢淘的。這個神秘種子是可以種的，但是它只能種在無盡沃土上面啊。咱們得先整個無盡沃土。不過這個神秘種子其實也沒有必要去種啊，因為混沌種子還有另外一種合成，只需要用虛空荊棘在金魂乾鍋上面合成就行了，這個配方會更好啊。不過咱們還是先把這個無盡沃土做了吧，多少會有點用的。整個狂野生長精華就行了。田園康乃馨。先整有機肥料，有機肥料这2個，咱們把這個有機肥料放到水旁邊啊，它會慢慢轉化成沃土的。有陽光蘑菇和水的話，它會轉化的更快啊。然後咱們趁現在把這個召集之中做一下，準備打襲擊啊，因為這座無盡沃土是需要生命锭的，生命锭還需要不死圖騰，正好打個襲擊，整個不死圖騰啊。OK， 召集之中，先去村裡把襲擊打了吧。來了，我來打襲擊了。召集之中直接放這，敲一下。OK， 全來了，全給我死！來點化魔者，我要不死图騰。以咱們目前的戰鬥力來說，這個襲擊完全是隨便打的，直接輕鬆給他拿下，好吧？這怪也太他媽多了吧！給我死！襲擊勝利，村莊英雄！我靠，金魂爆滿了，兄弟們！11個不死圖騰 ，nice 啊！生命锭有了，把這個不死圖騰燒一下，燒點生命锭出來。生命锭有了，咱們就可以來合成一下狂野生長精華了。地之符文加大地之心。然後附魔金蘋果、田園康乃馨、生命锭，可以了。來 ，OK， 狂野生長精華。然後我看一下上面這個沃土轉化完畢沒有啊？有一個轉化成功了，而且這個蘑菇它長成了菌落。先把這邊已經轉化完畢的沃土給收了吧。來吧，直接合成無盡沃土。這個無盡沃土放這邊吧，給它耕個地，然後把這個神秘種子給它種下來。這樣之後咱們就不缺神秘種子了。然後這個無盡沃土周圍要是放上沃土的話，這個無盡沃土它是會蔓延的，所以有一個無盡沃土，我就能有無數個无盡沃土了。然后咱們先把這個混沌種子整一下吧。法師之花種子、奧數亞麻種子、邪術金魂、神秘種子，先做一個出來。OK， 混沌種子，直接把這個混沌種子扔進去。虛空種子可以，任務終於檢測到了，給4個玄奧沙，然後這邊可以用來做這個虛空锭、異常構造件加幽影金魂。OK， 虛空锭一個，然後接下來咱們需要做這個符文石板，用來合成原始珍珠的。第2章最終就是合成這個原始珍珠，這個先不着急，咱們現在先把無限存儲終端給搓出來吧，不然的話老師得跑過來開終端，好麻煩的。這裡會送一個創造模式無限合成終端，先整一個無限發送器。OK， 無限傳輸，這個直接領一手，創造模式無限合成終端。我現在應該可以整維度卡了，咱們還需要再來個維度卡，這樣就可以在任何地方打開終端了。得先做個這個無限範圍增幅卡啊，直接用原始魔力的這個配方去合成就行了，這個比較便宜啊。來，直接合成一下維度卡。OK， 這裡直接放個維度卡進去就行了，然後綁定一下。OK， 現在可以隨時隨地打開這個存儲終端了。雖然說創造模式無限合成終端已經有了，但是我這個磁盤要撐不住了呀，
直接來個創造磁盤吧，需要原始魔力，咱們多整點原始魔力，依舊是需要原始魔力，不過這個原始魔力還是很簡單的，主要是它還需要下界之心，那咱們又得去打凋零了，兄弟們。然後說到打凋零，咱們順便可以把真理克氏版給搞了。凋零被灾厄村民擊殺時有 90% 的概率掉落，灾厄村民的話，這一邊有個卫道士的刷鬼龙，我之前去標過點的，但是當時沒有进入採集啊，咱們現在可以去把那個卫道士的刷鬼龙給他挖了，到时候就用卫道士殺死凋零。OK， 咱們到了這邊，这個卫道士刷鬼龙我一直没挖，这波直接进入采集给他带走。咱們先召喚凋零，先把凋零招出來，目前是15万血，我們把凋零磨到殘血，再讓卫道士來打他。先把凋零磨至殘血，500多，手擼一下，335 ，300多血 ，OK， 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放個卫道士刷鬼龍在這兒，但是這樣衛道士不一定會去攻擊凋零的，咱們還得給這個衛道士命個名才行。當衛道士被命名為這個的時候，將會無差別攻擊所有生物。OK， 那咱們先回來搓個這個命名魔符吧。命名之魔符應該是這個，它需要一個操縱之精華，命名牌加操縱之精華。直接學習，然後咱們編輯一下法術，觸摸加命名就可以了。但是還得把這個法術名稱改成剛才任務裡面說到的名字啊。這個法術名稱就是咱們給生物命名的名字。命名、制作、觸摸命名，法術名改成 JOHNNY， 應該是這樣吧？試一下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命名之後，這些衛道士就會無差別的攻擊附近的生物，但是防止他的仇恨在我身上，所以咱們直接使用鐵魔法的隱身術隱藏一下自己。OK， 他去了，去幹他，去幹他，去帮你们兄弟，帮你弟兄，斧头帮上！怎麼還爆了個扭曲之腦？怎麼什麼鬼啊？怎麼這凋零殺衛道士會爆些什麼奇奇怪怪東西啊？會爆些扭曲之心、扭曲之腦啥的。來，給你上個急迫，快上！我操，拿下了，兄弟們，拿下了！衛道士成功斬殺凋零，真理克氏版無敵，直接帶上！可以，這波咱們收穫頗豐。終於啊，你們這些衛道士真的是急死我了，打個300血的凋零這麼費勁啊！然後看一下報的這個星月星的飾品啊，跟扭曲之腦是互符的，受到傷害時有 10% 概率規避該傷害並獲得力量2加1級搶奪，這個可以帶啊，反正咱們護符欄位有的是。然後這個的話是盔甲韌性降低 20%， 攻擊傷害降低 10%， 若背負虛無詛咒，以上屬性則反轉為正義。那我現在是背負虛無詛咒的，那可以帶這個扭曲之心，那就是加 10% 的攻擊傷害，還有 20% 的盔甲韌性，終於舒服了。那帶上了這個真理克氏版之後，那可以再把這個生命克氏版給帶上啊，直接一次性全部反轉。然後還有啥克氏版呀？凋零被爆炸傷害擊殺時 90% 概率掉落，混沌克氏版需要爆炎彈，咱們整點爆炎彈，咱們再把這個混沌克氏版也給它整了，直接爆炎彈炸你，炸死你。 OK， 拿下。看一下，出了混沌克氏版2個，還有欲望克氏版也有。欲望克氏版是幹啥的呀？玩家持有至少7級搶奪擊殺凋零 90% 概率獲得。我現在異常強大，混沌欲望直接全部帶上。OK， 這波直接收穫3個克氏版 ，nice！ 這凋零能出的克氏版還真挺多呀。先回去把這個創造磁盤整了吧。直接來個創造存儲磁盤，這下就不用擔心這個終端存不過了，好吧？一使用 0%， 隨便存。然後咱們可以把這個精準連刃項鏈給升級了，喵了個逼的，用這麼久了，是時候該升級了。這玩意有2次升級，可以升級成這個歸隱刀鋒之刃，最終升級啊！先升級到這個隱藏鋒刃項鏈吧。來吧，咱們先把這個隱藏鋒刃項鏈給帶上，暫時先用這個。要升最終的這個歸隱刀鋒之刃的話，暫時不太好升啊。然後咱們先把這個東西做出來吧，符文石榜，符文之榜這邊邪術之眼需要4個，虛空種子、奧術驚魂、邪術驚魂，然後超威之眼，邪術之眼1個，還需要好多的虛空釘壘，虛空種子還需要好多。這個混沌種子可以直接用這個虛空荊棘去複製啊，只需要消耗驚魂就可以了。那咱們去打個虛空之花吧，打個虛空之花就好了，直接拉小地圖陈述一看就知道了。這邊有個虛空之花 ，OK， 我來了。看一下，26萬血還是挺肉的呀，但是咱們刮的應該挺快的啊，直接刮死你。OK， 拿下，不是純站桩啊，就當人偶测傷害了，兄弟们。虛空荊棘2個，那咱們得再整個驚魂乾鍋、污穢石，然後扭曲石、奧術驚魂、浴火驚魂、熔爐這邊咒灰 ，OK。驚魂乾鍋、大地驚魂、邪術驚魂，然後放一個虛空荊棘 ，OK。它這樣就可以開始合成混沌種子了，但是這個驚魂乾鍋的合成速度慢的離譜，所以還需要再做個驚魂催化劑來加速合成。驚魂催化器應該放在旁邊就可以了吧？放置在乾鍋周圍，能夠消耗燃料，加快煉金速度。而這個燃料是什麼燃料呢？難道放煤炭就可以了嗎？哦，這樣就可以了。哦，果然
這個煤炭已經開始往這邊供應魔力了，好像是這樣，可以稍微給它加速。这裡我就做了1個精魂催化劑，最好還是做個8個精魂催化劑和9個加速蹭层啊，不然合成速度是真的很慢啊。OK， 7個虛空锭終於足夠了，好吧，我終端裡面還有一個，總共8個虛空锭。來吧，我要合成4顆邪術之眼，然後8個虛空锭，全部給它放上，中間再放個原始魔力，再拿出我的命運法杖，右键合成。哎呀，終於整出來了呀！符文10榜，